台灣的政治人物很喜歡講一句話：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也就代表台灣的政治人物好像我非常在乎教育，我非常在乎我小孩的未來。甚至我們看到賴清德總統還說，現在未來0到18歲，我們要幹嘛？每個月要給你5000塊，等於說我們對於下一代，我們的未來，我們非常的重視。但是如果你看到最近一些報道，你根本覺得根本匪夷所思。我們現在的基層教育的士氣居然如此的低迷。現在我們的老師居然承受了一種你根本無法想象的那個壓力。你可以想象說，有一個老師他在寫黑板的時候，那在寫黑板有一個學生對他做了一個非常不禮貌的動作，而且是一個非常侵犯身體的動作，而這個老師只撥了他一下，而這個撥的動作竟然就管教過當，而這個老師竟然要處分。你根本很難想象說，一個風評很好的老師，而且被列為是名師的老師，結果呢，因為跟校長有糾紛，或者是因為跟體制裡面產生了一個衝突，而產生衝突了以後，居然被千刀萬里追。不但是他要被送到精神病院，現在他已經受不了，他說好，我認輸了，我投降了，我現在留職停薪，我不領錢，可以吧？沒有想到這個體制還是不放過他，而這個體制，就算你是已經留職停薪，就算你不領薪水，我照樣3餐問候你。1個禮拜3次，每次1個小時以上，你必須要到學校報到。然後呢，你如果不報到的話，我就要罰1萬以上5萬以下。我對你的精神的折磨還不會停休。甚至有人老是說，我今天只在教育，等於在聯絡物資上多填了一個字，你的數學是不是做得不夠？沒有想到這個也會被所謂的被家長投訴。過去我們常常注意到的是說不適任老師的問題，為了不解決不適任老師的問題，所以搞了一個叫做校事會議，而這個校事會議發展到最後，沒有想到現在變成了一個基層老師最可怕的夢魘。你只要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基層老師的士氣這麼的低落，我們的基層的教師沒有人願意擔當，那我們的基層教育到該怎麼執行？而如果我們的基層教育非常敗壞的話，那對我們的下一代，那會一個多麼可怕的事情。好，我們今天邀請了2位來跟我們好好的來討論這件事情。第一個是在教育問題上面非常有研究的立法委員葉元之，元之你好。寶傑哥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第二位是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的專員劉亞平劉老師。寶傑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元之，其實你最近的資訊，我就非常認真的看，因為我就覺得說匪夷所思，怎麼可能發生這事？而且你講的東西也的確的得到了證實。比如說校事會議，本來是要解決不適任老師的。結果不適任老師的問題其實沒有解決，但是你對於適任老師、對於好的老師、優良的老師，卻造成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壓力，而這個壓力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的產生了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你在質詢過程裡面提到一個例子，把我嚇死了。在宜蘭有一個老師，一個女老師，她在寫黑板，寫黑板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子非常的頑劣，然後呢去做了一個非常不禮貌而且是侵犯身體的一個動作，那個老師當然反擊嘛，我就撥了他一下。就那個老師被處分了。對，這個案例真的非常誇張啊。那其實，在網絡上也有引起討論。那最主要就是，老師在寫黑板的時候，有學生，其實後來有被進入校事報告、校事會議報告都寫得很清楚哦。就是說，在調查的時候，說學生都有發現說，那一個用手指去戳那個老師肛門的那個學生，有揪大家一起戳。然後對，揪大家要自己戳，對，他還揪大家一起戳，去戳老師。對，然後有戳中屁股，還戳到肛門。好，那老師背後被突襲一定很緊張。那個老師是個女老師，其實後來我發現其實是男老師。男老師，對，他是一個男老師。但是任何不管是男女老師，他的肛門被捅一下，一定很害怕嘛，因為緊張一下，然後就去大概推了那個學生，學生可能有撞到啦，然後可能有點淤青，然後後來這個老師就被家長投訴，就一直投訴，後來所以這個老師就進入到校事會議。那我們一般人，所以你的家長、你的小孩做了這樣的事情，你不但不覺得說我就要好好管教我的小孩子，要跟他好好的告訴說以後不可以做這件事情，他反而這個家長去投訴這個老師。對，而且那個家長的態度對老師也非常不禮貌，因為他們後來有一些爭吵嘛，家長還直接跟老師說戳肛門又怎樣？對，直接說戳肛門又怎樣？這個太惡劣了吧？對，然後老師比較心寒，就是說周邊的行政人員也有聽到家長這樣的態度。可是行政人員的眼神是很冷漠，好像也沒有想要幫老師講話的樣子。對，所以老師當然就非常的心灰意冷嘛。對，所以這個事情在網絡上有傳出來，那個老師後來也跟我聯絡了，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細節。那其實校事會議濫訴，還有對老師的不尊重，就是造成現在越來越沒有人想當老師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對，因為
之前那個台師大學生會有做過調查，他是針對那些有做教甄的教育訓練的那些學生，之後要考教師證的那些學生做調查。他們說大概近50%的學生，即便是受完那個教師的訓練，他也沒有想要當老師。對，那有3個主要原因。第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怕被濫訴，大概80%的人怕被濫訴，就是校事會。所以濫訴已經非常可怕了，濫訴現在超可怕，已經变成大家的夢魘了。因為我跟你講個數據啦，就是之前有一年啊，大概2024那一年，大概1000多件的校事會議的成案1000多件，最後調查結果只有20幾個不適任老師。對，換言之只有2.多%，都不到3%。對，然後但是問題是一堆老師就莫名其妙就被送去校事會議調查，但校事會議大概要調查大概2到4個月，有的時候還更久。而且校事會最不合理的地方是，它是有罪推定，就是說呢，今天只要以前學生只要家長看這老師不順眼，老師好兇，或者是老師，比如說我舉一個案例哈，這也是某一個家長跟我反映的，他們班上有個好老師，那最近被投訴，原因什麼呢？原因就是他請了5個學生喝飲料，他為什麼請喝飲料？因為那5個學生進步比較多，他鼓勵他們。對，然後有第6個學生成績不錯，沒有被請到喝飲料，就來投訴老師啊。老師說你成績很好，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鼓勵你，可是我是鼓勵他們有進步啊，給他們有個動機啊，給他們勉勵啊。那小孩就覺得我被霸凌，他覺得被霸凌，家長就不爽，就去投訴老師啊。老師就這個對老師一個很大的傷害。對，老師覺得我很有熱忱啊，我是出於善意，我希望大家都進步。結果我請學生喝飲料，結果我被濫訴，然後結果呢進到教師會調查。那調查就是老師要去證明說，我真的沒有霸凌那個學生，我是真的是出於一個善意。对，那老師心灰意冷，老師準備要留職停薪。所以其他的家長就很緊張，那如果這個好老師就這樣子，因為濫訴關係離開這個班級，那我的小孩怎麼辦？其實這個狀況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那剛剛講有罪推定就是一個很主要一個調查的大家不能接受的點。一般是說有什麼證據，什麼老師很壞，然後現在沒有，現在就是老師莫名其妙被送去調查，老師要證明我真的沒有。對，好，然後結果呢？這個當初什麼人本基金會這些在推這些東西的。人本基金會的執行長受訪的時候，他說，老師你被調查完最後沒事，你也不要去影響你去跟老師那個親師的關係，你不要影響你跟家長關係。但這問題是，每個老師被調查都剝3層皮啊！對，他找很多資料去證明我沒有這樣。如果你這樣講的話，那你講警察隨便的濫訴，或者警察隨便的亂抓人，反正我把你抓來，我把你詢問完以後我把你放回去。那警察亂抓人、亂詢問完以後你沒事，證明你沒罪，那你也沒事啊。對啊。那你們吵什麼吵？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就是雲淡風輕嘛，對不對？就去證明你的清白啊，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要對家長或者是學生有什麼怨言，不要啊。問題是這個過程，第一個，老師要花很多時間、很多心力。這把刀是你人本自己搞出來的，這個制度是你人本搞出來的，這個爛攤子是你人本弄的。就爛攤子弄完以後，你說雲淡風輕，這跟我沒有關係，也沒有那麼嚴重。這個是人話嗎？人本他也有出來講了哈，他說其實當初就是要有一個第三方機制，就是說以前怎麼處理不適任老師。我先講，如果有老師不適任、霸凌或欺負學生或怎麼樣，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當然該怎樣就怎樣。不適任老師當然要處理，一定要處理啊。兒童的保護、小朋友保護也很重要。那以前是因為是都送校評會或教評會，對，那教評會的組成就是學校老師，對，那有時候可能有一個不適任老師，他被送去校評會，那大家都同事，就不好意思處理他，就放水。不過原則我自己這樣講，你剛剛講的宜蘭那個東西是說，你如果一般正常的人，那我看到這個事情就是，你既然有小朋友，而且你不但自己要去做那些動作，你還找揪別的小孩朋友做那個動作，而且我看到那個裡面的報告內容是，其他小朋友有作證哦，他的確做了這個動作，而且是非常惡意的、非常刻意的。那這個事情，如果我一般人來看說那這個老師沒事啊，你對，可是老師被處分了。老師被處分。我記得為什麼要討論這個題目是，我是老師，我寫黑板，結果我被惡搞，我今天做了一個反射的動作，我竟然被警告，他是被處什麼分？他就好像被記警告還是什麼？被記警告，被記還是申誡？那個報告上面有寫了，他說榮獲就老師真的被戳屁股，而且被戳中肛門。但是老師也不能做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他的報告是這樣寫。可是這是我的反射動作呢？對啊。所以我如果說今天有學生拿刀子砍我，或者做任何東西的時候，我不可以有任何的保護自己的動作，我不可以有任何的反射動作。我如果有任何的反射動作，我今天傷害一下學生，
我就要吃上官司，我就要被處分。現在就是這樣，所以那標準到底在哪裡？標準、就是，我覺得不可思議的關鍵就在這裡，因為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那這件事情你可以口頭警告，我都覺得已經非常嚴重了。他甚至是明文上面這個進行懲戒的，就是應該綁着手啦，給人家弄啊。我覺得這種事情應該是要叫小朋友跟老師道歉。對啊，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覺得他有要求小孩跟老師道歉嗎？當然有啊。老師就是這樣覺得，老師就覺得說，我說學校有要求這個，老師覺得學校沒有保護他，就是說剛剛我講了嘛，就是當家長去嗆那個老師說被抽中肛門又怎樣？對，理論上旁邊學校應該就要說，家長你不能這樣啊，你小朋友做出這樣的行為，你也要教他或什麼之類。今天會抽老師，搞不好以後抽別的啊，就是應該是要去教育這個小朋友，把家庭教育引進來。可是當家長嗆老師的時候，旁邊的行政人員也沒有幫忙講話，對，那這個學生永遠都不懂尊重人，所以現在為什麼老師有時候有點心寒，或者是心灰意冷？因為現在特別是有很多國小學生很不尊重老師。我最近也有收到一個老師跟我投訴，他就說學生直接罵他說：“老師你這個廢物。”他直接說：“你這廢物，你講的東西都很爛。”就直接嗆老師。老師很生氣啊，他想說：“我來這邊教書，小學生什麼時候也可以變成這樣？”後來去看身心科。然後看身心，老師看身心科，因為很生氣。然後後来去跟學校反映，學校好像有的學校就很怕家長，就好像很怕家長一直投訴，对，很怕家長去用一些什麼勢力，所以反過來都會去，就是不會站在老師這一邊，反正就叫老師吞下去，老師吞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这些所有事情就沒有發生，他就沒有。然後所以出現很多，也有人跟我講，就是老師被打，對，有老師被打。然後我就說，他就問我說可以提告嗎？我說你當然可以提告。他說，可是我提告的話，那校長會怎麼看我？行政員會不會怎麼看我？會不會覺得我惹麻煩？所以很多人其實就選擇算了。好，那劉老師，我們會看這個案例是，我覺得有兩個事情讓我覺得非常 shock。一個是宜蘭的這個學，這已經這麼清楚了，那個所謂學生都已經作證了，是這個學生主動的去這個所謂的侵犯老師，而且做了一個非常不雅的動作，老師做了一個反應動作，竟然在校事會議裡面，剛剛講那校事會議非常可怕。一個禮拜有3天，要搞好幾個月，然後呢不斷的開會，我還不能不去。如果不去的話，就是1萬以上5萬以下，然後呢不斷的這樣子這個報告不斷，而且我還不斷寫報告，搞到我身心俱疲。然後最後我還要去負這個責任，我還去被懲罰。我覺得這個學校現在變成怎麼樣？老師有這麼弱勢嗎？有這麼孤立無援嗎？甚至在高雄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林靜茹老師，我都很難想象說老師到最後就要被五花大綁送到精神病院。這個案例真的是很悲慘的案例，因為林靜茹大家知道是全國知名的老師，一個全國知名的優秀老師，竟然最後的下場是被市長綁進去精神病院，大家嚇死了。在林靜老師的案例，我們處理了幾乎長達18個月，教育局、市政府就縱容。這個老師的起因是他的一個學生家長跟他說他孩子被霸凌，他就通報霸凌。霸凌之後，對不對啊？霸凌的行為人的父親，這個被霸凌的原諒霸凌的人，結果這個霸凌人反過來檢舉被霸凌人性平案件，然後就開始無止境的控訴，他被家長檢舉體罰，霸凌不當管教都不成立，家長去。你說林靜茹老師後來這個霸凌人的人，別人被霸凌已經原諒我了，結果呢，我去控訴他，還去告老師。對，因為是林靜茹把這個案子提報上去的。對，所以這個霸凌人的老的家長，他就把所有的矛頭針對林靜茹老師。對，然後學校跟這個家長結合，然後他去地檢署告老師也不成立，不成立之後，校長找了3個人，就寫一個報告說他親師溝通不良。這個林靜茹沒有看到報告，就被送進去輔導期3個月。他說等輔導完再說。我在服刑了，我竟然沒有看到我的判決書，我連做什麼事都不知道。那這樣子被弄了3個月，那學校又找一些學校一些家長又來檢舉他，又申誡。那申誡之後，他被輔導，在學校裡面還遭受行政聯合的勢力，還有網絡上霸凌他。然後後來他受不了了，我們也勸他說，
議員黃秋議員跟我們都勸他說，不然你留職停薪，這個地方不能待了，這個校園真的是沒有人性，我們不要待了，他就留職停薪，沒有薪水哦，這留職停薪，他說我不在學校總沒事了，不是嗎？這個他總要調動的時候，他好不容易等到調動的時候，對不對？又有人結合學校檢舉他性騷是因為有人在他的臉書上面講說某某人的女兒身材很好，他按個讚，這樣被檢舉性平，學校說要開性平會議停聘他，然後因為性平會議凍結他調動。我跟教育講說這太誇張了，教育局說就是凍結調動，一進性平就凍結調動。他調動的時候，當場他的性平原因是有人講說某某人的身材很好，對，他按個讚，對，按個讚之後就有性平，對，就有性騷擾的問題，對。那學校當然知道這是小事啊，小事把它做大，凍結他的調動。我好不容易沒有薪水，忍辱求生，我要調校的時候，學校還把它阻斷。這等於是我被家暴，我已經要逃出這個家庭，說不行，抓回來繼續打，繼續家暴，打到死為止。那這個東西，他進來之後，對我已經留職停薪不在學校了哦，3天2頭叫我開考績會、開性平會議、開教評會。林靜茹老師他每做一個案件都是要找律師協助，對，我們已經花了20幾萬協助他，每個案件協助他，他被折磨了18個月。你跟他講說，我現在是留職停薪，我已經不領薪水了。對，我沒有領薪水的狀況下，我每個月還要3次以上的去剛剛講的那些所謂的性平報告、校事會議所有的東西。然後呢，我為了這個東西，我已經沒有薪水了，我要請律師，還要花20幾萬。對，他花了很多，因為每個案件都要請律師，因為請律師是這樣子，因為這個校事會很簡單，檢警調法官都是校長，我要整你。我找人收集證據檢舉你，我找人調查你，我找人寫報告，然後送到我這邊，我的考績會、教評會懲處你。這個折磨18個月永無止境。那後來，可是我很好奇是林靜茹到底是跟這個學校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沒有，不是你作為我叫外面的人，我很難相信說學校跟你有什麼深仇大恨？學校要動用這麼多的關係來整你？對，有可能嗎？他是全國知名的名師，他後來15年來默默的耕耘，得到因為翻轉再得到家的肯定，被邀請去演講，學校也是刁難他的假，然後家長都知道他是名師，他這樣子好老師這樣檢舉他，家長看不下去。那整個岡山國小鬧到這些老師哦，60幾老師2/3逃亡啊，學生逃亡啊，這個學校減2班啊，這個縱容這樣子一個制度。對，你說因為林靜茹的案子，對啊，然後這個學校的老師有2/3要離開，然後呢，這個學校因為學生跑掉，居然為了這樣子到底是少子化減2班，還是因為這個事情減2班？岡山區每個學校都沒減班，就他們學校減2班。這個校長再把這校園搞成像東廠一樣，老師這樣被惡整，永無生日。他被霸凌了18個月，我們現在還沒有拿到正式的處分，可以進入外面的訴願或行政訴訟。對，現在問題在這邊。所以他這樣忍耐那麼久了，那後來他想說，那我就算了吧。算了之後，對不對？因為我們高雄嚴老師的事件。我都請他說不要再惹學校了，對。然後他也忍耐了。嚴老師他有心情有感而發。6月6號，嚴老師公祭，陳其邁叫人6月4號把他送進精神病院。凱旋這邊一個好老師被送進凱旋精神病院，限制行動，限制通訊。我叫他去看他。對。一個好老師被關在裡面，情何以堪？可是他會不會真的有那種所謂的這種不好的想法，所以要做一些預防的動作呢？其實就算有，也有一些鑑定，也有一些意願啊。你要有意願，應該是有意願，我同意那就送嘛。不同意，你應該有一些程序的啊，不能夠政府說你有神經病就被關進凱旋醫院啊。這是什麼時代啊？臉書上有人說他還有警察去他家騙他開門。開門之後，一個老師在這種處境，面對2個警察、2個消防員、2個衛生局人員，6個人就在那邊，我們就是要把你送進去，請你配合我們，我們不然不能跟上面交代，一定要送進去。我坦白講，他在面對到處境的時候，也沒有通知說你可以通知家人，你可以通知律師啊。對。被送進去之後，
他寫的是他整個被送進的過程。衛生局說你最後同意了、啊，拜託，警總的時候每個犯人最後都押供啊，槍斃你啊，你有畫押啊，對不對？問題你刑求呢？我們現在控告的是整個過程違反人權，沒有人性。他衛生局說你同意了，更誇張是衛生局後面為了撇清戶主，把他的病歷公諸於世，說他有燒炭過，說他怎樣子。一個政府機關可以這樣侵犯人權嗎？對，我的病歷不可以公布啊，他公開了啊。對啊，病歷是不可以公開的、啊，我跟你講，這是法律規定的、啊。一個老師在學校遭受行政的霸凌，遭受網絡的霸凌，然後還要遭受政府這樣的對待，這是台灣嗎？所以這事情為什麼引起大家這種憤慨？對，沒有人性啦，為了政治考量，可以把一個好老師折磨的讓。這個校長是因為政治力的介入才送到岡山國小，他在岡山國小辦學這麼差，我們跟教育局一再反映，他就是縱容他，因為後面有政治力。一個校長有政治力就可以來踐踏一個老師嗎？不是，我在想象說，一個老師，如果你今天進到這樣子被五花大綁或者被強制送到監裡面，那個對他的心理的造成的壓力跟傷害有多可怕？很可怕。你不要說他了，我都覺得嚇死了。是啊，所以。我跟你講，很多老師都是這樣子。我也講一個案例，我們高雄一個案例，一個老師可以退休，他是因為以前比較嚴格老師，以前嚴格老師會用話來教學生不要做這個，不然會怎樣？比如說窗簾的繩不要拉，萬一遮到脖子怎麼樣？這些家長組一個群組，每天叫孩子拿錄音筆錄老師的聲音，錄老師的講話，回去做他作業，然後疼老師哪些話這樣子。這經過了1-2個月。去199檢舉，現在學生去看心理醫師，每個都說是因為老師的關係。對，這個老師坦白講實在話，學校本來要記他申誡，不行，人本開一次記者會，教育局還發新聞稿痛罵學校，然後家長到學校舉牌。對，這個老師後來學校想說啊，不然記過也不行，後來停聘也不行，被逼着解聘他。我後來協助他的時候打電話給他，他女兒接到了電話說：“我媽媽不能接電話，為什麼？她住凱旋醫精神病院，一個老師要退休被折磨到凱旋精神病院裡面，那個報告也沒有怎麼樣。很多現在問題是政治力介入，學校送上去退回，送上去退回，就是要懲處到上面滿意。”才能夠放手。不是上面是誰？上面是市政府啊。為什麼要這樣幹他？教育局還打電話去罵校長白痴，那校長憤而要辭職，辭職後來被慰留。那這老師現在被解聘了，他可以領退休金，可以被解聘了，他現在怎麼辦？只好進入漫長的訴訟，對啊，訴願、行政訴訟。那一個老師這樣很容易就被整了，報告怎麼寫就死了。我這樣講知道嗎？很多慘案都是這樣的發生。我那天去處理一個學校案例，一個情緒障礙孩子拿椅子砸學生、砸老師，老師都去驗傷了，結果他砸到後面，他要去撞玻璃，那老師沒有辦法啊，他撞了還得了，去把他抱住，那個學生壓制他，摳他的指甲，摳他的肉，摳到他都受傷了，結果家長來，第一個帶學生去驗傷。提告老師，現在的問題在這邊。現在我講講，我們說要處理不適任教師，但是不適任家長誰來管？一個孩子的遺傳來自母，環境來自父母，他的家庭教育功能完全崩盤失敗的時候，來以前是學校教育來處理，現在學校教育來處理的時候都對，家長只要不高興就來告老師，那怎麼辦？那現在這些怪獸家長無法可管，檢舉你。就是檢舉，然後檢舉你還不停，那老師就要被這樣子弄。那現在問題在這邊，現在這些，但人們講說啊，沒有關係，你經過這個過程裡面，那最後還你清白，你就沒事啦。人本的主張動搖國本，我要講，教育是國家根本，人本把台灣的教育搞到整個崩解，有這麼嚴重嗎？有，現在問題在這邊。現在這些小孩子可能有情緒上的障礙或者行為的偏差，現在要普特融合，明明到特教班、特殊學校安置學生，家長不要就安置在普通班。一個孩子在教室裡面就是吵，情緒失控就吵，吵到全班老師沒有辦法上課，學生沒有聽課，但是為了配合他啊，人權啊，怎麼辦？他已經影響到別人啦。
那這些情緒障礙孩子在學校打人，打遍天下無敵手，怎麼動他？怎麼動他？現在坦白講，我們高雄一個案例，一個學生找老師理論，到宿舍找老師理論哦，拿機車大手打爆老師眼球，假先，那個老師掉水晶體要躺半年，後來家長也不會道歉啊，也不會賠償啊，後來到地檢署。那個學生是多大的學生？國中啊。國中學生。對啊，國中啊，打爆了眼球啊，老師提告之後，对不對？他沒有賠償啊，沒有賠償就起訴啊，5萬啊，然後後來到地方法院啊，判刑了啊，帶回管教啊，帶回管教，他不高興就上訴啊，保護管束。學生打爆一個老師的眼球就這樣子，那這些學生哦，有些學生小學的時候已經形成大概是幫派的概念，他這些小學生哦，欺負學生，嗆老師。我一個陳教授跟我說，一個學生跟他嗆說，你可以記有功，你怎麼記都沒關係，我就是肄業，我照樣可以讀書，但是你不能動我一根汗毛。他跟生教組長這樣嗆，他根本不怕被記過了。啊，不怕記過啊！現在不能退學，現在不能退學啊！那現在搞到我好的孩子，我在講，我如果好人在社會上遭受壞人，還有警察去制裁他，那一個學生在學校裡面欺負其他的同學、上的同學，誰來處理？輔導再輔導，你越輔導我越打，沒有辦法處理，沒有辦法處理。連我們副議長的孩子在學校被霸凌，要轉學轉不中啊！學校也不能轉班啊，你就離開啊！所以這些善良的無辜的孩子在教室裡面被欺凌，誰來管？誰來制止？好，那葉元正，剛才講的這個不是說只有高雄，雙北現在也這樣。我們看到台北市有一個所謂的小6的學生，他說他的個子其實很高，小6好像就長到170公分，每天拿個美工刀，然後去捅學生，那已經舉報了很多次，弄了半天沒事，沒有人可以處理他，更不用講新北那個乾哥哥跟乾妹妹，剛剛講那已經惡劣到什麼程度，做了這麼多事情也被記過了很多次，所以在這校園裡面現在是無法可管，沒有辦法管，就是說碰到這種頑劣的學生，就像那個人，我知道最後他最後殺了人了，鬧大了，這個社會才會介入，才有辦法管。如果在你不殺人之前，我覺得你可以為所欲為耶，真的，因為像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那時候就是3個大過就退學嘛，不然是留校察看嘛，所以校規大家其實還是蠻害怕，能不被記就不要被記。但是現在是記10個大過、20個大過也不會怎麼樣啊，他還是留在原來學校啊。有的學生甚至還把記過當成勳章啊，來比較啊，我10個你15個，他20個，根本不會怎麼樣啊，完全不害怕，完全不會怎麼樣。那他能不能轉學呢？除非他自己願意轉學，但是問題是，他轉了學又變成另外一個學校的問題。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
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衅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